姑娘，要不是您，我们现在还在那个魔窟里苦苦的挨日子，说不定哪天就死了。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哎呀，好啦，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，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就好啦。我在离县城20多里路的一个村子，叫屯庄村，准备建一个育婴堂，收留弃婴和乞儿。屯庄村附近没有其他村庄，这个村子周围有山，但里面一马平川，还有一条河从山上流下来，一直朝南流去。那里除了屯庄村人的田地以外，还有许多荒地。县令把河东几千亩荒地都给了育婴堂。我知道你们的心事，害怕老了以后没有归宿，又没有人照料，尤其是黎洛你们又没有孩子，老了以后没个依靠。以后你们要是没有其他出路，可以来育婴堂附近盖房生活，我给你们1人10亩地，要种要租都随你们。而且屯庄村人基本都是良善之人，更何况还有育婴堂在，你们不会被欺负。黎洛你们要是想嫁人或者买香狗生孩子都可以，或者你们有不想嫁人的，又担心没人养老的，到时候在育婴堂里养一个孩子当依靠也行。总之你们跟了我，我不会让你们没有地方可去的，你们只需要给自己存好养老银子就可以了。等你们不想再往县去干了，或者身子不好不能干了，到时候再来找我。说完他就立刻转身走人。看着芳芳、黎洛他们的样子，他再不走这些人就该哭了。他最怕人哭了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是啊，以前总怕望仙居的日子是一场梦，怕哪天梦醒了就要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日子了。可姑娘刚才说的话比任何承诺都实在，她给我们的不是一时的安稳，那是一辈子的指望。我们这些人要么是无家可归，要么是被人弃之如敝履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有自己的田地，能有自己的归宿。姑娘不仅救了我们的命，还为我们铺好了往后的路，这份恩情我们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姐妹们，咱们姑娘都这样说了，要我说咱们就别想着嫁人了，要想成亲生子的，干脆就都买相公回来得了，还省得嫁到别人家当牛做马，不仅受气还要受搓磨。你们想想，咱们自己买了男人回来，家里一切就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，那才叫过日子。以前那叫什么？那叫熬。死妮子真不害臊，芳芳姐虽然有些想男人了，但她这话也在理啊，咱们确实犯不着嫁人。你青绿，你这个小蹄子，谁想男人了？让你乱说，让你乱说，就你想男人了。哎呀，姐姐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说了。芳芳的主意挺好的，你们这些年纪小的好好的考虑考虑，也用不着不好意思。向家村的姑娘都买男人回来，咱们也没有啥害臊的，这可是终身大事。女护男的事怕被人欺负，咱们有姑娘罩着，就没有人敢拿咱们怎么样。这主意绝对好。嫣然姐姐不打算成亲了吗？我都32岁了，又生不了孩子，我准备到时候在育婴堂领养2个孩子，将来有人养老就行了。我和嫣然一样，也不打算成亲了，领养2个孩子，就图以后老了有孩子养老就成。黎洛，你是这么打算的呢？我也领养2个孩子。他虽然对向文博有情，但他也看出来了，向文博的心里根本没有他。黎洛，你这年纪轻轻的，往后的日子都还长着呢，有个男人陪着，总比孤单一辈子强吧？咱找个知冷知热的，不找那些混账王八。哎，你们都听说了吗？向家村人每次买人的时候，都找李道长一同去的。这李道长会看相，经他筛选出来的人，肯定错不了。下次咱们也请李道长帮咱们长长眼，挑个相公回来怎么样？你们看看芳芳，她想男人都想得眼泡绿光了，真是句句离不开男人。众人轰然大笑。我就是想男人又怎么？我男人以前对我挺好的，只可惜是个短命的。我想着有个男人，有什么事了还可以有个商量的人，有人一起承担。
总好过自己一个人承受。反正我觉得还是有个男人的好。芳芳说的也在理，端看自己的选择了。我带着4个女儿，大丫已经12岁了，再过几年就是大姑娘了，我也不需要相公，有几个女儿在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黎洛他们都很羡慕芳芳和慧兰，好歹他们2个都还有自己的孩子，他们这些青楼出身的人，整日喝篦子汤，早就伤了身子。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嫣然姐姐，你们不想成亲的，以后可以住在一起啊，共同领养几个孩子，这样以后相互有个照应。等老了以后，你们还有孩子照顾，你们现在只管攒够银钱，孩子们将来也没什么压力，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这个主意好，这主意那可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如果一个人领养孩子，忙里忙外的没人搭手，这夜里也总怕招引不过来。若是咱们几个合住，这平日里相互帮衬着，孩子们也能有个伴儿。是啊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孤身一人久了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说是能和姐妹们住在一起，再领养几个孩子，家里就有了烟火气，那往后的日子也就有奔头啦。这主意确实周到，你们几个合住，相互有个照应，遇事也能有个商量，比各自孤零零的强太多。而且你们置一处大院子，花费也小，大家住在一起热热闹闹的，到时候咱们就在育婴堂旁边盖一排的院子，大家一起挨着住，多好。对对对，这样的日子呀，想想都让人开心。众人说说笑笑，畅想着未来，他们的心中再也没有了对以后的焦虑和担忧。小姑姑叫大家回来，肯定又是跟咱们女人有关的大事。我看村长都不理人了，咱们必须站在小姑姑这一边，无条件支持她。你忘了，咱们上一次选族老，这以后有啥事儿啊，只要族老同意就行了。啊，那嫂子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们都知道是什么事儿了，也同意了？对呀，这一次叫大家回来，可不是让你们站队的，只是通知你们。那什么事情能跟我说说吗？那不行，大家都没通知呢，我怎么能说出去啊？小花嫂子，你就告诉我们2个吧，我们保证谁也不说出去，反正过2天也是要说的。郑小花架不住2人的央求，最后只好说了，是小姑姑要改咱们村的风俗。改什么风俗啊？哎呦，这可多了，就比如这以后女儿即使出嫁之后，也要常回娘家来看望父母，这父母老了以后，还要和家中的兄弟一起轮流照顾老人。这些啊，只是其中的一些，小姑姑说要改的风俗啊，多了去了。啊，小姑姑要改这么多，那村长和向江、红墙哥都同意？孙二娘有些震惊，女族老就算了，那几个男族老竟然也同意吗？哪能啊，村长可都提前知道，一直耷拉着脸。向江和红墙那震惊的眼珠子都要飞出去了，最后还是小姑姑会说，这说了好久呀，才让他们2个不那么反对了。但其实他们同不同意的没多大关系。你想啊，咱们女族老3个，加上小姑姑这个族老，那就是4票了。小姑姑不是早就说了吗？这以后族里的大事儿啊，族老们共同决定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。他们男人才3个，咱们4个，他们反对也没有用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小姑姑上一次选女族老，其实就是为了改风俗这件事儿吧？肯定是，要不然小姑姑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选族老的事儿？这就是为了改风俗做铺垫呐。还是小姑姑想得长远。村长无精打采地回了屋子。老天爷呀！
小姑姑为什么就非要这么折腾？每次折腾她就跟着挨骂，她是一步走错，步步错。她就不应该同意小姑姑当族长。气过之后，村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浑身泄气，整个人软塌塌的瘫在炕上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他们向家村往后就是女人说了算。等着吧，等着明天二叔吃了他吧。孙二娘哼着小调回了家，进门就看见招娣在院子的树下认真看着书。招娣啊，明天青口镇逢集，娘带你和盼弟去镇上逛逛，再给你们买2身新裙子，你去不去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把我们骗到镇上去卖了？卖你值几个钱啊？咱们家现在还差你那一点卖身银子啊！我要是把你卖了，咱们家还少一个人的分红，我是傻了才卖你。老娘好心好意要带你们去逛逛，你倒好，怀疑老娘的用心。你不去拉倒，我带盼弟去。招娣听他娘的口气又变回了正常的样子，心里这才舒了一口气。娘，你真带我和盼弟去逛街啊？那还有假？我去，只是明天不是全村的人都要去祠堂吗？明天很快就结束了，到时候事情完了，我就带你和盼弟去逛。娘，你知道明天姑婆要说什么事情？我哪里知道是什么事啊？不过你小花婶子说明天耽误不了多长时间，我这才叫你和盼弟去逛街的。哦。招娣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娘，他感觉他娘肯定是知道些什么，只是不想说而已。第二天早饭过后，众人就齐齐聚在了祠堂门口。经过我和众族老的商议，以后咱们向家村要改变一些风俗。至于要改变的具体内容，下面由村长为大家宣读。本来村长站在向燕身边，已经打定主意，准备今天就当个透明人。结果小姑姑竟然让他宣读改风俗的具体内容，这不是又坑他吗？读。村长深吸一口气，翻开册子读了起来。村长每读一条，村民都倒抽一口凉气。什么？嫁出去的女儿也要回来祭祀？这怎么行？大家想要反驳，都被向燕用眼神给制止了。等村长彻底把册子上的内容读完以后，祠堂门口瞬间炸开了锅。小姑姑，这可不行啊！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啊，哪有回娘家祭祀的道理啊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向家村还不得被其他村子笑话？还有，让女儿和儿子一起轮流赡养老人，这简直是乱了章法。自古以来都是养儿防老，哪有让女儿掺和的份啊？咱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，怎么能说改就改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女儿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凭啥嫁出去就不能管娘家了？就是啊，要是真能这样，以后出嫁的闺女娘能常回来看看了。不行，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怎么能变呢？怎么不能变呢？咱们村现在的闺女都不用嫁出去了，这不是说改就改了？那能一样吗？怎么就不一样了？二叔，你出来说句公道话呀，这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怎么能改呢？你说是吧？他们齐齐看向向水生，等着他带头反对。结果向水生冷哼一声，转身走了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新华、平贵，你们2个去运输坊，把我装裱出来的卷轴全部挂在运输坊餐厅的墙上，这些都是要改的风俗，大家以后好好看看。好了，都散了。说完也不管众人什么反应，自顾自走了。大多数女人们高兴不已，这些新风俗对她们女人来说是好事，她们很高兴。向燕从祠堂走后，直接去了私塾。呀，小燕，你可算是有空来了，你那书柜里有许多稿子等着你最终审核呢。她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妙，果然打开自己的专属书柜一看，向燕只觉得头大如斗。这才多久，怎么又有好几摞稿子等着她审核了？向燕抱出来一摞稿子，立刻看了起来。正在她专注看着稿子的时候，小何找了过来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姑婆，我
他支支吾吾的，一副为难的样子。啊，我去洗洗手，你们慢慢聊。啊，周夫子不用回避，我就是跟姑婆说件事，没什么的。他要说的事情，如果姑婆不同意，或许周夫子能帮着他说和也不一定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姑婆，我想让庄周走科举的路子，他读书很厉害的，要是就这么在印书房待一辈子，那也太可惜了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庄周的意思？不，是我的意思。庄周他不知道，是我一个人偷偷跑来问姑婆的。我原本是想给他一个惊喜。你历史课有没有好好听？我有好好听课的。那你知道为什么驸马上了公主之后就不能担任朝廷实职，哪怕才华横溢也只能挂个闲职，终生不得掌实权吗？姑婆，我只知道驸马是公主的夫君，身份尊贵，却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。向燕揉了揉眉心，不行，用皇权解释有些太遥远，他还是换个说法。假如你辛辛苦苦供养庄周科举，庄周真入了仕途，你觉得你和孩子有什么结果？小何想不通姑婆为什么要问这个，那肯定是他和孩子跟着享福啊。你不要只想着庄周将来中了举人，考中进士，你就能当上官太太，你就没有想过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？我就问你，你能接受将来庄周左拥右抱，在你面前和小妾亲亲热热吗？不，庄周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知道官场是什么样的吗？那些官员才子聚会，席间少不了美人相伴，或者干脆就在青楼聚会，那些官员为了结交，把自己的小妾送去陪客是常事儿，有些上峰还会给下属送美人拉拢他。你认为庄周能经受住美人在怀，心不动情不乱吗？换句话说，就算庄周现在真的能经受住考验，那10年以后呢？20年以后呢？当你年老珠黄，而府里府外的美人娇俏可爱，颜色好，你觉得他还会对着一脸褶子的你言辞拒绝美人，为你守身如玉？再说了，你要是能接受庄周三妻四妾，左拥右抱也行，不说他会生出一堆庶子庶女，跟你儿子女儿争家产争宠爱，怕就怕将来他觉得你出身不好，年老色衰配不上他，让他脸上无光，休妻另娶都是好的，就怕他为了名声让糟糠妻无声无息死掉，都不是难事儿。不可能！啊，小何别怕，事情啊没有你姑婆说的那么严重。不过这男人当了官，三妻四妾肯定是免不了的。你们年轻人或许想不开，等年纪大了也就不在乎了。哎呀，对啊，周夫子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？你看江夫子人多好，那学问财富五车，人也温文尔雅，但你看他还不是照样花心。除了周夫子这个正妻，还有那周姨娘和田姨娘，以前肯定还有通房。向燕，他和儿子女儿还有谢夫子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向燕在夸他人好学问好等等，他听得美滋滋，谁知下面的话简直气得他七窍生烟。他说的这叫什么话？姑婆，我先走了。就急忙出了屋子。向燕低下头趴在桌子上装死，怎么就这么背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江夫子就来了。小组长，你怎么能背后议论是非了？看来你的礼仪课就没好好上，应该让周夫子再给你重新好好教一教。江夫子，您这就小气了不是？我也没说什么呀，只当您这么生气。哎，再说了，谁人背后无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。真正的大度就是容忍别人背后说自己，而自己不在乎，这才是最高境界。你说是不是？你这丫头就长了一张嘴，惯会小便，等着以后有你吃亏的时候。吃亏是福，我不怕。向燕悄悄吐了吐舌头，以后说话还是注意点，要不然一不小心就要上礼仪课，这可真是个酷刑。
小何回到家里，想起姑婆的话，难道庄周以后真的会变心？怎么了？庄周，你会一直对我好吗？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人。当然，我这一辈子肯定只有你一个女人。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再说了，我要是敢有别的女人，姑婆呀，肯定要打断我的腿。他就知道庄周对他的情意不假，只是想起姑婆的话，小何觉得姑婆说的也有道理。想起姑婆，他这才想起自己给姑婆做了一双绣花鞋，姑婆回来都忘记给他了。真是一孕傻3年。刚走的路口，就听见一声惊喜的声音：小何！小何抬头望去，就见王顺才呲着个大牙冲自己笑。小何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你说啥？小何看他就像看个傻子一样，接他回家，他这是发什么疯？小何，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呀。你看，我爹娘也来了，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嘿，是呀，小何，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。你看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生气也该气够了。都已经1年多了，你应该也都想明白了。离了我们家王顺才，哪里还有好人家能看得上你呀？这个小贱蹄子竟然穿得这样好，他凭什么穿得这样好？他就该像以前一样，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布衣裳，伺候他们一大家子。哼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哎呀，顺才呀，他已经成了同生老爷了。夫子说他再努努力，过2年就能考个秀才了。嘿，到时候你就是秀才娘子。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这就回去。切，你们赶紧走吧，我是不可能跟你们回去的，我已经成亲了。不可能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小何，你怎么可能嫁给别人？你肯定是骗我的。你要是嫁了人，怎么可能还待在向家村？你使性子要有个限度啊！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？我们一家人都来接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哼，小何，你拿桥太过了，我们可就不接你了。到时候看你怎么办，你还能在娘家待一辈子不成？小何都要气笑了。这么久了，王家人凭什么觉得他像小何还没嫁人，等着王家人接他回去？小何，不要闹了。顺才这么长时间没来，是因为夫子让他参加科考，他课业繁重，我们不想让他分心，这才一直没来接你。这不是他刚考上童生，就让我们赶紧来接你吗？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一起回去。听说你们村有印书坊，你在这里上工，过几天咱们就买个驴子，到时候我赶着驴车，每天送你和顺才，一个来上工，一个去私塾。以后有你供他科举，将来他也能让你当个官太太，你们这日子也就稳当了，我和你娘也就放心了。你们赶紧走吧，我已经成亲了，你们听不懂吗？赵老婆子早就看不惯向小何了，上前就要扇向小何耳光。向小何轻而易举躲开了赵老婆子打过来的手，还顺手一把赵老婆子掀翻在地。王大锤怒了，他立刻就扬起了巴掌朝小何打来，只是他的巴掌还没落下来，就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，直接踢得他一个踉跄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，你没资格知道。周婉娘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夫人。王大锤虽然生气，但他可不敢得罪这样的人物。向燕在私塾认真看着稿子，冷不丁听到打骂声，他立刻放下稿子，站起身往外走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外面有人在吵闹。屋里的众人听到向燕这么说，便一起跟着向燕往外面走去。向小何，你这个泼妇，亏我还想接你回家，你就等着在娘家老死嫁不出去啊！王顺才被向小何一拳打在了嘴角，顿时惨呼出声。向燕很是欣慰，看来全村练武这个路子是对的，这不2个女子都能把一家3口按着打了。那是我娘。众人一听这话都惊呆了，看着背对着他们一拳一脚打人的人，竟然是那个往日连一根头发丝都不乱，一举一动皆是礼仪的周婉娘。看着小何和周婉娘打人，
一时竟没人上前帮忙，最后还是王顺才一家被打得开口求饶。向小荷和周婉娘这才停手，江景然此时才把刚才因为惊讶而微张的嘴巴闭上。他跟周婉娘夫妻几十年了，还是头一次看见周婉娘如此彪悍的一面。周夫子真是厉害，没想到一点也不拘泥于礼节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对付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办法对付。礼仪是让我们从容得体，尊重别人，尊重自己，武力就是保护我们不受伤害，这两者都要有，一点也不冲突。对，小燕说的对，像对付小荷前夫这样的人家，就无需讲什么礼节了。总不能别人打我们自己人了，我们还对着他们讲规矩。总之，我教你们礼仪，不是让你们变得迂腐，而是要学会变。我们用礼仪给善待我们的人以尊重，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和亲人不被伤害，除恶扬善。说得好！向燕率先鼓掌，其他人也跟着纷纷鼓掌。小荷，既然你不想跟我们回家，我们也不勉强，我们这就走。小荷，你还是跟我回家吧，我往后肯定好好待你，一定不让你受委屈。岳母，你跟小荷说说，让她跟我回家吧。王顺才，你还在做美梦呢？你以为这么长时间过去，小荷姐还在等你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小荷姐都成亲生了孩子了。你真的成亲了？不是早就告诉你们我成亲了吗？你当我是骗你的？你怎么能这样？这才多久？你怎么能嫁给别人？哎呀，儿子啊，以后娘给你找个更好的。你现在是同生老爷了，有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哼，以后啊，多的是人想要嫁给你。不，我就想要小荷。小荷，你怎么能辜负我？小荷对他直接翻了白眼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这是恶心。你给我闭嘴，还嫌不够丢人？你已经是童生了，以后还要考秀才当举人，像你这样的读书人，错过了你他一个二婚的能嫁给什么样的人？说不定就是个官夫。哼，就像王四喜那样的，他的相公肯定样样不如你，早晚有他后悔的时候。你到时候娶个秀才的女儿，不比向小荷强？小荷，哎，小荷在这儿吗？庄周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见小荷头发散乱，顿时一惊。哎，小荷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小荷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孩子饿了，我这才抱着他出来找你。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小荷，你站住！这男人是谁？这孩子又是谁的？小荷，怎么了？他们是谁？我是向小荷的前夫王顺才，刚考上童生。你就是向小荷后来嫁的男人。向小荷一个被我休了的女人，没想到你竟然不嫌弃。王顺才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小荷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与你没有半点关系，莫要再胡言乱语。要是再敢乱说，我不介意动手。王顺才顿时怂了，他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的。哎呀，这位公子啊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家顺才呀说话没有分寸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们啊就是来接小荷回去的。既然小荷已经嫁给了你，那我们就不再打扰了。我们啊这就走。他们一家三口赶紧离开了向家村。哼，我呸！一个该死的向小荷，早晚有他好受的。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不是瞎了眼，会娶一个二婚的女人，真是脑壳子里面有病。咱们去族长家，让他带人去向家村给咱们讨回公道。咱们不能就这么白白被人打了，一定要让他们给咱们一个说法。要是向小荷不给咱们跪下磕头赔罪，并赔偿20两银子，他向家村就别想好过。对，咱们快点走，回去找族长。三人加快脚步进了王家村，直接去了王德发家。族长，
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他们向家村这么欺负人，根本没把咱们王家村人放在眼里呀，也没把你这个王家族长放在眼里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。顺才这不是中了童生了吗？我和老婆子商量着就把顺才媳妇儿给接回来，可谁知我们刚进了向家村村口就被人打了。族长，这事你不能不管呀！向家村人这是欺负咱们王家村没人呢。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这样，你现在去通知所有人，每家每户的壮劳力，明天跟我去向家村，咱们去讨个说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向家村人刚在私塾的练武场操练完在休息，就听到向老爹在外面喊：小燕儿，快来人，王家村人拿着家伙事来了。大家抄家伙跟我走，王家村人来闹事了。王家村人来得好啊，我们正好拿他们练练手。我早都想收拾他们了，一直找不到机会，这下终于可以报仇了。那周父子，这个给你，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。向星怀抱着几十个水火棍从杂物间挤了出来。快，还没拿家伙事的，来我这里。江书月一脸兴奋地从向心怀的怀里抽了一根水火棍，就往大门外出去。书月，你干什么去？爹，我来向家村学了这么久的武艺，还从来没试过学得好不好，我这就去试试。江景然一阵气闷，他从小教养的温柔贤淑的女儿呢，什么时候喜欢上了打架？向燕双手抱胸，和村长站在王家村人的对面，身后站着向家村众人。哼，你们向家村还真是没有男人了，就你们这些人还想跟我们打不成？哎，识相的，你们向家村人赶紧给王大锤他们磕头赔罪，并给我们每个人赔上10两银子，否则要你们好看。向家村昨天大多数青壮年已经去了店里，村里的青壮年还真不多。哼，对付你们这些软脚虾，我们这些老弱妇孺就够了。哼，还想让我们给你磕头赔罪？美的你们！待会儿让爷爷我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这群龟孙子。你小子等着，看我们一会儿不打得你哭爹喊娘，好叫你知道谁才是孙子。向有良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哼，只要你们全村人跪下，跟王大锤他们家磕头道歉，再给我们村里这些人每人10两的辛苦费，今天我们就放过你们，否则，呵呵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个狗娘养的，想屁似的！有本事你们就放马过来，看爷爷我锤不死你！呵呵，既然向家村人不肯道歉，那我们就别跟他们客气，都给我上！降龙18掌！然后王家村人还没等到一拥而上，前面站着的几十人就被一阵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。这就是传说中《射雕英雄传》里所说的内力。没想到小姑姑写的小说里的内力是真的，他们一定要跟着小姑姑好好学一学。上，把王家村人全部拿下！向家村人把棍子舞得虎虎生威，水火棍劈打在地上发出砰砰闷响。向燕在心里把2个村子的战争定性为向家村人的实战训练，正好用王家村人给向家村人磨一磨刀。王德发，刚才你说要我们全村人给王大锤一家磕头道歉，还要赔你们每人10两银子。你想要怎样？简单，当然是你对我们提什么要求了，我们就要求什么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懂吗？你想干啥？第一，你带着王家村所有人给我们向家村的所有人磕3个响头，以示道歉，必须诚心诚意，少一个人少磕1个头，你们今天就别想踏出向家村半步。让几百号王家村人磕头道歉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王家村以后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第二，赔偿。刚才你说要我们赔你们每个人10两银子，现在反过来，你们王家村每个人给我们向家村赔10两银子。哎呀，来了这么多人，看来赔的不少哟。
不行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银子。给我打到他们愿意为止。你不能这样，小老弟啊，小老弟，你替我们求求情啊！王老爷啊，不是我不帮啊，我现在也得听我姑婆的，她是我们族长，我看你还是早些答应的好，还能少受些罪。王德发和向家村人愕然地看向向燕，他们没想到向家村的族长竟然是一个小姑娘。哎呀，你们就不怕我们去告官府啊？哎呀，我的屁股！有种你就打死我们！谁要是想明白了就举手，然后给我们磕头跪下，写下欠条。不愿意的就接着挨打吧。很快就有人撑不住了。哎呦，别打了，我愿意磕头赔罪，我愿意出10两银子，别打了。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你们放过我。有王四喜带头，立刻就有好多人也跟着求饶。向燕让人去抬了几个桌子来，让向心怀、国良几人写欠条。然后向家村村口就出现了一个奇景，王家村的人排着队磕头赔罪，然后又排队在欠条上签字画押。行了，你们滚吧，记得早点把银子拿来，否则1天100文的利息，这上面可是写得清清楚楚，时间长了我怕你们还不起。王家村人敢怒不敢言，只能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向燕正在私塾里审稿，向南就拉着一车稿件回来了。姑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羔子把温姑娘是青楼出身的事说了，散播到了外地，还有京城。这2天收到的信都是质问咱们汉墨坊的，要求咱们把温姑娘赶出汉墨坊，还说以后要是汉墨坊不把温姑娘赶出去，他们就不会给咱们汉墨坊投稿了。大致都是这些内容。怎么这么点事你就大惊小怪的？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。看来你的礼仪课也没好好学，一点都沉不住气。那个周夫子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下次肯定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温姑娘还好吗？温姑娘很难过，觉得是她连累了汉墨坊，说她和平贵哥已经定了亲，以后就不在汉墨坊做事了。你明天去县方祠馆告诉温姑娘，就说让她安心做她的事儿，这件事儿我有办法解决。向南答应了一声，赶忙出去搬稿件去了，可不能让周夫子记起刚才他大呼小叫的事。文人手中的笔可一点不比武将手中的刀差，汉墨坊影响广大，我想说点什么不是很容易。你想写文章还是小说？小说。向燕已经想好要写什么小说了，今天晚上他就熬夜写好，让印书坊的人加急印出来，作为下个月的独家新书之一。林家看桃花扇看得动了情，眼泪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。李将军真是太感人了，这个侯朝宗真是个软骨头，亏我还开始觉得李将军灭了良缘，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。这本书肯定就是姑娘专门写来为知意撑腰的，就是在告诉那些人她的态度。确实是，没有想到姑娘会用这样的方式回应那些人。不过这样的效果也最好了，相信看了这本小说之后，就很少有人再诟病知意的出身了。我这就去告诉知意，好让他开心开心。说着，他就转身跑出了汉墨坊，去了先锋祠馆。知意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出身了，姑娘给你狠狠地回击了那些人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难道姑娘骂那些人了？这样可不行，要是得罪了那些人，咱们汉墨坊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以后咱们汉墨坊会被人骂死的。哎呀，你看你急什么？我又没说姑娘骂那些人了。我告诉你，姑娘专门为你写了一本小说，叫《桃花扇》。相信看到书的那些读书人，以后就再也不会说你当审稿人这件事了。写了小说？虽说大家都不知道仙女本仙是不是姑娘，但我觉得姑娘就是仙女本仙。姑娘不是说要解决这件事吗？仙女本仙立刻就出了桃花扇来替你发声，
她肯定就是仙女本仙。温之意立刻站起身就往汉莫方跑去，他想迫不及待看到那本书。温之意一进汉莫方，平贵就立刻看到了他。之意，你来了。我来看看独家新书。这几本书都是新书，不过这本《桃花扇》是仙女本仙写的，其他都是投稿人的书。你看过这本书了吗？我哪有时间看啊，等晚上睡觉前我看看。姑，仙女本仙的书我必须看一看，她的书一准好看。我先拿这本书去看一看。说完就赶紧转身出了门，他想马上就看一看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。义堂县，夏景明最终还是选择在灵州府开了一家绸缎铺子。爹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妹妹呢？妹妹看上了汉莫方的掌柜，闹着非她不嫁，要去人家家里找人呢。夏景明有一丝错愕，汉莫方的掌柜他有印象，妹妹怎么会看上这样的人？你们说的是那个看起来30多岁的掌柜吗？他好像叫向富贵。对，就是他。玉堂真是被惯坏了，怎么会看上一个掌柜呢？他真是要气死我了。妹妹涉世未深，说不定被人诱骗了也不一定。哪里是人家骗了他？那掌柜知道他和玉堂没什么结果，人家已经回去相亲去了。偏偏你妹妹知道了，在家闹着要去找他。你说这怎么可以？她一个女人上赶着去人家家里，这岂不是让人笑话？没办法，你爹就让人把她关了起来。可是她现在闹绝食，不吃不喝，说要是不让她嫁给向掌柜，她就终身不嫁。夏母抹了抹眼角，语气里满是心疼与焦急。金明，娘实在没办法了，你去劝劝你妹妹吧。她年纪这么小，对方不说家世，就说那年纪也比她大12岁，还是个官夫。你说说，这要是让人知道咱们把女儿嫁给这么个人，咱们家岂不是要被人笑话死？你妹妹自小被我们宠着，性子执拗，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，软硬兼施都没用。你常年在外，见识广，说话也有分量，你去劝劝她，让她断了这个荒唐的念头。娘，你们先别急，我先去见一见妹妹，听一听她的想法。若是她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便劝一劝她；若是她真的心意已决，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，万万不可逼急了她。说罢，夏景明就往妹妹的院子里过去。大少爷，小姐已经1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连水都不肯喝一口，我们怎么劝她都没用。夏景明摆了摆手，示意丫鬟退下。我都说了，除非让我嫁给向掌柜，否则我什么都不吃。你们别来劝我。玉堂，是我。大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爹娘不同意我嫁给向掌柜，还把我关在这里，他们根本就不懂我。大哥懂你心意，可你也要替爹娘想一想，替你自己想一想。那向掌柜比你大12岁，还是个官夫，家世普通，只是汉莫方的一个掌柜。你呢，是夏家的嫡女，自幼锦衣玉食，嫁过去能适应那样的日子吗？再说了，他已经回去相亲了，分明是不想耽误你，你这般执拗又是何必呢？大哥，怎么连你也这么世俗？他比我大又怎么样？是个官夫又怎么样？我就是喜欢他。夏景明听得头疼不已，妹妹这是病入膏肓了。玉堂，一时的心动不代表着一辈子的欢喜。你涉世未深，只看到了他的温和，却没有看到他的过往，也没有看到你们之间的差距。他是官夫，想必心中也有放不下的过往。你嫁过去，要面对的不仅是家世的差距，还有旁人的议论和他心中的过往，这些你都能承受吗？我能，我不在乎他的过往，也不在乎旁人的议论，我只要能陪在他身边就好，就算日子苦一点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哥，
你就帮我劝劝爹娘，好不好？玉堂，这样，大哥呢，也不逼你立刻放下，但是呢，你也要答应我，先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别再伤害自己。你若是真的放不下，大哥呢，就想想办法，好好帮你劝劝爹娘，怎么样？还有向富贵是什么意思？他家里又是如何想？这些大哥都要去接触一番。你一个闺中女子不方便出面，否则名声尽毁，还会带累咱们夏家女子的名节。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好好在家等我的消息。我答应你哥，我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富贵哥已经回家相亲去了，你先拦下他，帮我带一封信给他可好？好，大哥答应你，我让丫鬟给你准备一些清淡的饭菜，你先把饭吃了。写好信之后，让丫鬟拿给我，我会交给向富贵的。我这就去写信，一会儿就给你送来。说罢，转身提起裙子就跑进了书房去写信了。第二天，夏景明快进到向家村的路上，见到了正要去义堂县的向燕。夏公子，你怎么来我们村啦？是来找我的吗？我是有事情来找向富贵，不知道他在不在家。哦，他在家，你去找他吧。不过夏公子有话好好说。向姑娘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应该知道什么？向姑娘方才特意叮嘱我，有话好好说，绝非无意，我也就不再隐瞒。想必向姑娘知道了我妹妹与向富贵之间的事，不知向姑娘如何知道这件事的？可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？这件事事关我妹妹和家族的名声，还请向姑娘如实相告。夏公子不必着急，这件事只有我和富贵家里人知道，他们都不是多话之人。而且这件事我也已经叮嘱过他们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轻重。多谢向姑娘，还请向姑娘以后不要对人说出此事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只是你来找富贵有什么事儿？他快要定亲了，夏公子就不必担心他和令妹会再有什么事情了。向燕原本还想着替富贵争取一下，只不过他最后仔细想了想就放弃了。他们两人其实不合适。夏景明说了妹妹现在的状况，并提出想让富贵给夏雨堂写一封信，让夏雨堂断绝念想。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，我带你去找富贵吧。那就多谢向姑娘了。富贵默默在后院劈柴。富贵，富贵！听到前院有人叫自己，富贵急忙放下手中的斧子出来了。姑婆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夏公子，他来找你有事儿。富贵脸色一变，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客气的见了礼。你不是有话要对富贵说？我就先出去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替他们关上了门，去找张四娘闲话去了。大概半刻钟的样子，夏景明和富贵一前一后出了屋，两人脸上都没什么多余的神色。平贵的院子收拾好了吗？早都收拾好了，他们两个要成亲的家具，我去年就让人早早都打好了。平贵的院子盖好之后，我就把家具给搬进去了。平贵难道不和伯母一起住？公子啊，有所不知，我们向家村与别的村不同，只要孩子们成婚以后，就直接搬出去单住了。房子呀，早就在成亲前就盖好了，这个院子就是富贵成亲以后的住处了。我们也是今天临时过来收拾收拾，等富贵成亲以后再搬进来。这不是说父母在不分家，怎么贵村的规矩与外人不一样？嗨，话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，难免会磕磕绊绊的是非多。这小两口一成亲就单住，这少了多少是非啊！孩子们开心，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也少操一份心，能够清静不少。这个规矩确实不错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们小姑姑的主意，自然都是好的。这是你的主意？村里人竟然也同意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大家就是愿意听。夏景明看着他，心中愈发好奇，眼前这个少女实在不简单。夏景明一直到回了家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，
他直接去了夏雨堂的院子。我不相信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当面向他问个清楚，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夏雨堂崩溃大哭，吵着闹着要去找富贵，最后无奈，夏家父母只能又一次让人把他锁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当得知紫仙绣坊开业，那些在汉墨坊进货的商人纷纷送上了贺礼，就连夏景明也过来了。看你这副样子，是不是夏小姐闹情绪了？夏景明冲着向燕拱了拱手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其实你妹妹这种情况就应该换个方式，让她自己知难而退。而且人不能太闲，太闲了就容易胡思乱想，最好给她找点事儿做。向姑娘有什么方法，还请不吝赐教。令妹之所以会看上富贵，一是因为没有过过苦日子，不知道庄户人家的辛苦艰难；二就是太闲，没有事情可做。只要让她体验一下这人间疾苦，再给她找点事儿做，保管她以后再也不想嫁给富贵了。向姑娘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只是该怎么让雨堂体验这人间疾苦？这还不简单，夏小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把她交给我，保管我给你治好她这恋爱脑。恋爱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颗脑子里全是儿女情长，完全是个糊涂蛋。向姑娘这说法倒也恰当，只是雨堂的事我不能自己做决定，还得征询过父母的意思。不过我想问问向姑娘，打算怎么让雨堂体验这人间疾苦？当然是让她亲自去过一过这庄户人家的生活，这不马上就下收了吗？我就带她。向燕跟夏景明把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。这能行吗？雨堂没吃过苦，他肯听你的话？放心吧，恋爱脑为了情情爱爱肯定愿意的，只要你同意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那我这就回去和父母商量，只是向姑娘要保证雨堂的安全。对了，向姑娘不会是想带她回向家村吧？这可不行，不能让她和向掌柜见面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带她回向家村的，我在离清水县城20多里的屯庄村盖育婴堂，到时候直接带她去那里体验生活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到时候可以偷偷来看她。向姑娘要盖育婴堂？夏公子可曾见过弃婴塔？那些婴儿生下来就被父母活生生的扔进弃婴塔，那哭声真是听得人心里难受。我实在不忍心，所以这才建育婴堂，准备收留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婴孩。向姑娘真是心善，竟有如此大的魄力与人心。那弃婴塔我曾远远见过一次，彼时只觉得悲凉，却从未想过能有人挺身而出，为那些可怜的孩子撑起一片遮风挡雨之地。夏某自愧不如。夏公子过奖了，我只是看过一位前辈写的一句诗，这才下定决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哦，是什么样的诗句能让向姑娘改变如此之大？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这位前辈当真是心怀天下之人，不知这位前辈是何名讳，他如今在哪里？向姑娘能否引荐一番，在下想拜访一下这位前辈。这位前辈叫孟轲，他早已是作古之人。真是可惜，在下无缘见这位前辈一面。向姑娘建育婴堂此举功德无量，若是此事需要相助，夏某定当尽力，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，只要我夏家能帮上忙，绝不推辞。夏公子有心了，眼下育婴堂已初具雏形，我还有些银钱能应付，等过几个月，育婴堂就能全部建成，到时候还请夏公子相助。向姑娘到时候只管来找夏某人，在下一定不会推辞。两人又客气了几句，夏景明这才转身回了家。一连2日，夏雨堂不是绝食就是上吊，夏家父母实在是怕了，终于同意向燕的提议。夏雨堂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望着帐顶兀自流泪发呆。夏小姐，你是谁？
我是向富贵的姑婆。还没等向燕说完，夏雨堂立刻就坐起了身。姑婆，富贵哥他真的要成亲了吗？你带我去见见他好不好？我正是因为此事而来。夏老爷和夏夫人见你如此伤心，只好去找了富贵。只是富贵觉得夏家门第高。不，我们家门第哪里高了？我们家门第一点都不高啊！夏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说，姑婆，你说。富贵说夏小姐没有吃过苦，怕你嫁给他受苦。夏雨堂又想说话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夏小姐是想说你不怕苦？夏雨堂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只要夏小姐能证明自己真的能吃苦，富贵就愿意等夏小姐，而且夏老爷和夏夫人也会答应你们的婚事。真的，我能吃苦的。姑婆要我怎么证明？这个简单。向燕把背上的包袱取下来，从里面掏出一身粗布衣裳和一双布鞋递给夏雨堂。夏小姐穿上这个之后就跟我走吧。为了做戏做全套，她自己也穿了一身粗布衣裳。这种衣服怎么能穿？夏小姐不是说要证明自己能吃苦，难道反悔啦？我穿不就是穿粗布衣裳吗？我能证明的。毕业，伺候我换衣服。夏小姐，从今以后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动手了，你也不能带丫鬟。好，我自己穿。向燕去了院子等夏雨堂。怎么样，雨堂同意了吗？当然。夏景明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，妹妹竟然连这样离谱的事情都同意，真是个恋爱脑糊涂蛋。夏雨堂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出来。大哥，既然你愿意跟向姑娘走，那你就要好好听她的话，只要你能经受得住，你的婚事父母就不干涉了。姑婆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妹妹这姑婆叫的还真顺嘴。向燕赶着骡车一路打听宁家村的位置。姑婆，咱们不是去向家村吗？啊，当然不是向家村。你一个姑娘家和富贵八字还没一撇儿，怎么能让你们私下见面？这传出去，我们富贵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富贵私相授受，不是正人君子。那姑婆，你带我来宁家村干嘛？唉，我这是去找一个人。我们这青口镇上原来有一间杂货铺，老板人不错。当初我们穷得吃不起饭的时候，他帮过我的忙。可惜后来他的铺子被人霸占了，我正好有用人的地方，去他家看看，看他愿不愿意跟我去干活。啊！竟然有这样可恶的人霸占别人的铺子，那他怎么不去县令大人那里告状啊？